程理，我们成亲才第3日，你为何要这样对我？你还不知道我为何娶你吗？真是傻得可爱。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。夫人，你放心，你父亲很快就会去陪你。沈掌柜，这件嫁衣不好看吗？之意，明珠明日便要出嫁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件嫁衣不能穿，是尺寸不合适吗？不是尺寸，是明珠的嫁衣可是出了什么问题？程理，沈掌柜的针法名满京城，他这样做，自然有他的理由。周公子，今日去过城北？去城南法云寺，为明日婚事祈福。法云寺外是黄沙土，只有城北乱葬岗附近，才有这种带铁锈味的红泥。周家祖坟近日修缮，我确实经过乱葬岗。原来如此，周家准备重修祖祠，城里这几日一直在操筹。许小姐，这门婚事能否推迟3日？沈姑娘说笑了，婚期是两家长代早已定下，岂能因为一件婚服随意更改？许家与周家联姻，满城皆知。若此时反悔，损的可是两家的颜面。周某确实配不上明珠，可联姻关乎2个家族名声，总不能沈掌柜凭感觉便让我周家成为全城笑柄。周家的名声很重要，如果说这件嫁衣会要许小姐的命呢？沈掌柜，这件嫁衣红妆阁不会交付。明日便是婚期，没有嫁衣，明珠如何完婚？因为她穿的不是嫁衣，而是一件送人归阴的寿衣。沈掌柜，慎言，明珠即将嫁入周家，你今日当众说这嫁衣不祥，是在毁许家的名声，还是说沈掌柜手里有什么证据？沈掌柜，你似乎对周某的行踪很感兴趣，只是有些事情查得太深，也未必能派上用场。看见一块红泥容易，证明他到底从哪里来，却不是简单的事。明珠喜莲，我便想着将后院旧池扩建，待婚后种满白莲。沈掌柜，周某不过修一座莲池，为何到了你口中却成了埋人的坑？司婚台受到周家承诺，红妆阁婚服被毁，婚期受到影响。裴大人来得倒快，婚期就在明日，再慢一些，处理的便不是婚服，是诉状。沈掌柜，为何悔意？许小姐嫁过去，可能会遇到危险。证据？暂时没有。没有证据，便是猜测。所以，我请大人查。沈掌柜连罪名都没有，裴大人查我什么？查周家为何急着成婚，查许家的陪嫁，再查周公子昨日究竟去了哪里。可以，周某问心无愧，只希望沈掌柜没查到，要当着全城人的面向周家赔罪。若我查错，红妆阁关门。你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什么吗？你是在拿红妆阁100年的性命赌。我看到的不是梦，赵古珍不会无缘无故示警。他又看见了什么？沈掌柜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？我没有证据证明周城里害你，所以我不会让你相信一个没有证据的猜测。但如果周家真心待你，也不会害怕别人查。城里救过我父亲，这些年他一直很照顾许家，那查清之后，你也能嫁得更安心。周家与许家相交多年，你们这样查，把城里当什么了？许家要将颜隐作为陪嫁。明珠是我唯一的女儿，将来许家的东西都是她的。这不是普通陪嫁，契书上写的是随婚允契。什么意思？一旦婚书生效，颜隐便归周家所有，即使日后和离或婚后亡故，许家也无权收回。不可能，我签的只是共迎契。你这样会毁坏证物。我是看他被人动过几次，元气被拆过，有人换掉最后一页，再按照原来的针法重新缝回。只不是同一批。
这张随婚勇契是后来换进去的。城里不会这样做，也许只是周家管家弄错了。这不是墨灰，是烧过纸钱的香灰。仅凭一粒纸灰就能找到这里。契书上的香灰与周家祭祀用香一致，若想知道来源，只能查周家近日去过什么地。你似乎已经认定他有罪。裴大人结婚会不会选择在婚期修缮祖坟？周家近日是否订过棺材？没有，周家祖坟只是修缮，并未迁坟。不能开！里面有人。你作何解释？是周家管事送来的。他说周老太太病重，要提前备棺。给老人备棺会用新娘陪嫁的云锦，因为这口棺材本就不是给祖母的，这是我替早逝妹妹准备的衣冠棺，它与明珠身量相近，所以我让裁缝借用了明珠尺寸。为何使用许家的陪嫁云锦？那块布是我从红妆阁买来的边角料。沈掌柜，你先说我挖坑埋人，如今又拿我妹妹的衣冠棺木做例证，你究竟是担心明珠，还是铁了心要毁掉这桩婚事？你的解释确实很完整，像是早就想好对策般。印章是真的，可红妆阁从未卖过这种云锦边角料，有人拿到了红妆阁的旧印。伪造收据，只能证明有人想掩盖棺材来源，依然不能证明周成礼准备杀人。这份婚契原本使用3股丝线，被拆开以后重新缝入的是4股线，4股线比3股线更粗。为了让针孔不被撑破，只能沿着旧孔重新下针。可他不懂刺绣，第3个针脚方向反了。这些旧契书也用了同样的4股线，这是周家账房的风法，说明婚契最后一页极可能由周家更换。婚契一生效，言允归周家，明珠即使活着也拿不回来。可他活着，能指证契书被换了。父亲，这张随婚勇契不是您签的。也许只是周家账房擅作主张。明珠，你宁愿相信一个今日才说我会杀你的绣娘，也不愿相信陪了你5年的我。契书确实存在重新帮订痕迹，但目前只能证明契书被修改，不是你们污蔑我的借口。裴大人说的公正，周某愿意配合调查。周公子也不心虚，身正自然不阿。明珠，若你不信我，婚事可以取消。成礼，我不想因为我让你和家人不安，只是周家受此羞辱，以后恐怕也无法再与许家结亲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的每句话都在逼许家做选择？真正危险的人永远波澜不惊。周成礼很擅长控制局面，但他有一点漏洞。什么？他笃定自己不会留下破绽。这是什么？不是绣纹，是血染进去。这不是普通婚服。有人把一份死契藏进了一件嫁衣。许明珠嫁过去的那一天，不是成婚，是入局。许明珠失踪了，守在徐府的书役被后院突然的急火引开，火是引子，才是目的。这样挖下去，人还没救出来，你的手先废了。退后，下面有棺材。清河，明珠在哪里？小姐不在这里。东平岩仓，我一直没有完全昏过去，听见上面有人挖土，才拼命敲棺板。是粗岩，
东平码头的关延仓封言带用的就是兰了。周公子送来字条，说愿意向小姐解释婚期。我们刚到眼泪许家，孙长主便出手打晕我，小姐还在他们手里。周城里把你埋在这里，让我们以为坟里的人是明珠。他不知道我看见过什么，但他知道我查过城北红泥，也怀疑过周家祖坟，所以才用红鞋、星重和一个活人，把所有线索都拼成我最担心的结果。他不是临时起意，从红鞋字条到这个棺材，全都提前算好了。那便更不能让他的计谋得逞。清河在哪里？他不会死，至少在沈之意找到他之前不会。祖坟里的坑、棺材、被换掉的婚期，全都是你安排的。原本不必如此麻烦，只怪沈掌柜看见了太多不该看到的东西。若我不按呢？按下手印，明日婚礼照常，严隐归周家，你父母也可以平安无事。这本账册明日便会送进盐运司，私授官盐，足以让许家满门入狱。从什么时候开始算计许家？从我第一次知道你父亲只有你一个女儿开始。5年前盐船失火也是你安排的，你先让人烧船，再冒险救下我父亲。你从一开始就只是想让许家欠你一个人情。明珠，你终于长大了。这5年里，你对我有过一句真话吗？我说过，你一定会嫁给我。可我明日若真要嫁进周家，总不能这样满身血污的按下手印，至少解开我的手，让我自己来。公子不可！他从小连一只鸡都不敢杀，还能做什么？只要按下手印，明日之后，你仍然是周家少夫人。少夫人是替周家带来眼影之后，随时可以被埋进祖坟的死人。我原本打算让你在婚后3日再死，至少还能给你一个体面的婚礼。可惜沈之意逼得太紧，那便只能换一种死法。你烧死我，眼影一样回不到周家。你深夜盗取私盐账册，事情败露后自尽。许家为了保住名声，自然会求周家替他们收拾餐具。死人没有办法解释。东平盐仓3年前已经封禁，那略尽可道，夜里没有巡兵，正适合藏人，也适合毁掉证据。周城里留下字条，就是为了把我们引去祖坟。可他既然让清河活着，就该想到他一旦被救出来，迟早会说出盐仓。所以盐仓未必是真正的藏身之处。他用祖坟拖延时间，再利用盐仓毁尸灭迹。那就赶在他收尾之前进去。别动！这一次，你还能看见我吗？未来变了。沈掌柜，张不嘴，裴行舟，推开！门后的横梁已经断了，再撞一次，整面墙都毁塌。他就在里面。岩层还有没有其他入口？撞不开便撬。门从里面锁上，你们出来以后又在外面加了铁链。你带着锁链守在门外，狡辩的话留着去公堂说吧。我撑住门，锁断以后立刻后退。明珠，这里账册不能让它烧掉，先保住你的命，活着才能作证。把它交给我。沈之言，我没事，先带他出去。那张纸，这是周城里用来陷害许家的私盐账，其中1页是他自己记下的支出。这只能证明周家账房支付过银两。他知道。你带着元气赶到盐仓，是准备毁尸灭迹？都是周公子命我做的。谁更换元气？许家账房，公子给了他50两，让他将最后1页换掉。棺材呢？是公子让赵木匠按许小姐的尺寸打造，原本准备在成婚第3日送到周家祖坟。孙管事的口供与物证已经足够驱传周城，可能提请返回周府。他不会回周府，他以为我死，下一步一定会去许家，用私盐账册逼我父亲交出盐印。我立即带人封锁徐府。你想惊动他？5年前是我将他带进许家，今日也该由我亲手送他出去。我赶到盐仓时，火已经烧起来了，我想进去救你，可横梁全部塌了。明珠，伯母节哀，
此事并非意外，明珠可能发现许慎私言账目败露，才在仓中被害。程理，你一定有办法救许家。账册私印、废弃盐仓，全都指向许家。我可以请周家出面将此事压下，但盐引必须暂交周家代管。只要许伯父在这里盖印，我便保许家上下平安。我还没有死，周公子便急着替我接管许家了。活着，太好了！别碰我！你受了惊吓，先休息。我父亲的私印3年前衰缺了右下角，这上面的印章完整无缺。你用的是5年前从许家拓走的旧印样。这是从孙管事马车暗盒中搜出的元器，5年共有，盐引始终归许氏所有。更换婚期、定制棺木，每一笔支出都能与周家账户都是公子相对。吩咐的。他说，只要许瑶小姐婚后3日身亡，盐引便能名正言顺归周家。周成礼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哼，我陪了许家5年，替你们跑船救火，打通商路。所以你便要杀我？这5年，我一直以为相信他便是对感情负责，按时出嫁便是对许家负责。可若一桩婚事需要我不问、不查、不怀疑，甚至拿命去证明真心，那便不是婚姻，是索命契。没有周家，你一个女子守不住许家的营。守不守得住，由我自己去试。沈掌柜，你今日是救下了许文珠，可京城里还会有第2件、第3件这样的事情。沈掌柜，这件嫁衣还能改吗？不是再改成嫁衣，我想把它改成一件出门谈生物的衣裳。父亲已经答应让我接手东华沿路，当然可以。红装从来不是女子一生唯一能穿的衣裳。之意，以前赵古珍事件，从未在你身上留下这种东西。这一次看见的未来改变了2次，赵古珍开始向我收取代价。我叫陆小满，想请红妆阁替我做一件嫁衣，先坐下歇一歇。婚期在什么时候？5日后。城里的人都说沈掌柜能看见一些别人看不见的事。你想问什么？我想知道我和燕生成婚以后能不能平安过日子。你身体一直如此，幼时落过水，之后便容易心悸气喘。我没有父母，也没有兄弟姐妹。燕生说成婚以后会照顾我一辈子。这是成婚后的户籍保洁，办了手印，我们便能搬去新家。钱给你，人留下。燕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等我有钱了，自然会回来接你。韩燕生带着银子去了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之意，你不能跟他结婚。你看见了什么？韩燕生用一张藏在婚书下的契词，把你以20两抵给永顺赌坊。不可能，所有人都嫌我病弱，只有他从未嫌弃。你们是如何认识的？半年前，我去城南买药和米，路上遇到2个人抢我东西，是燕生救了我。你受伤了？你没事就行，照顾好自己。我病得最重的时候，连邻居都怕沾上晦气，只有他每天来。他若图钱，我一个孤女，能有什么值得他图？你签过什么文书？我没有长辈主婚。燕生说要多签一份婚后保洁，若我旧病复发，他也愿意承担医药和丧葬。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但在婚礼以前，你不要再签任何纸。我只知道他不求回报的照顾我整整半年。小满，今日风大，你怎么没有带披风？药铺换了新药材，我已经问过掌柜，与你原来的方子一样。
我就知道你担心我。陆姑娘说，婚书之外还有一份宝剑，原件在哪里？小满没有长辈，所以原件在我家中暂存。婚礼天要交媒正备案，劳烦明日带来。是不是有人对你说了什么？你不信我也无非，只要你开心。我没有不信你。陆姑娘身形瘦弱，嫁衣需要重新打扮，给我3日。婚期只有5天，3日后试衣，剩下2天足够修改。燕生，就等3日吧。我先送你回去。沈掌柜，3日后我会来试衣，在查寝以前，请不要把胡乱污蔑人。表面没有20两，也没有毒房。他按手印时，这张纸是被折起来的，所以他以为自己只按了1张婚书。口说无凭。所以先查2件事：韩燕生为何恰好出现在他遇险的巷口，以及这份保证是谁写的。从买药到遇险，按照你亲眼经历的顺序说。我每月初5去买药，那日药铺说缺一味药，让我从后巷绕去另一家。燕生就在后巷救了我。陆姑娘每月初5来，韩公子在前2日来问过她什么时候取药。他为什么问这个？他说想替你把药钱先付了。那日真有药材短缺，不是我让他绕他后巷的。那日柜上临时来了一个伙计，午后便不见了。相貌还记得吗？瘦高，左眉有一道旧疤。这里离正街不过10几步，若真是临时，为什么专挑一个随时有人经过的位置？因为那日有人谎报东巷起火，巡差和商户都被引走了半刻钟。半年前初5，城南药市后巷，你做了什么？时间太久，我不记得。韩燕生给了我2两银子，让我抢一个抱药包的姑娘，只许吓她，不许伤人。他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说人只有害怕了，才会记住救他的人。他还说，等婚事成了，便能还清永顺赌铺的债。一个混混的话，也可能是别人教的。没有人要求你现在定他的罪，但你不要再相信他了。我要亲口问他，韩燕，那场是你安排的吗？一个惯偷为了减罪什么都敢说。12的证词尚未单独定案，你解释一下当日为何打听陆姑娘取药的时间？我只是想替你付药钱。至于药铺的临时伙计，我不认识啊。钱袋上的韩字呢？我的旧钱袋丢过。沈掌柜先诬陷我，如今又找来一个混混。小满，现在连你都要质问我吗？婚礼可以取消，但你今后病了，缺钱了，我不会再帮你。真正的喜欢，不会用离开逼迫你。这就是他说的早已戒毒了。先观察一下他来这儿做什么。5日之后再不还，厉滚厉便不是18两。婚礼照常，你只管准备银子。你不是说已经戒赌了吗？我去还旧债，不把过去清干净，怎么与你成家？还了多少？与你无关。这张票据能否让我们看一眼？还债签据与婚事无关。字号、间距和蓝印颜色都相同，这还不能证明隐藏契约写了什么。替我们写婚书的人叫乔文书，是燕生带我去的。陆姑娘，
你留在巷口，不要靠近。停手！黑的面目凶光，都是血妃的旧器，是不是旧器？一看便知。上页为婚约，下页为符债保身契。你专门替人把2份契约折成1份，只是让签契方便，暗印的人都看过内容。那你为何急着烧？韩彦生的婚书是不是你写的？你可以不回答，但毁坏器具和协助欺诈会单独追查。他的那一份确实是我写的。韩彦生让我把婚书折在上面，下面藏一张给永顺赌坊的敌债契。偿什么债？若韩彦生无力还债，由你入赌坊抵作20两。我按手印时，为什么没有看见下面那张契？韩延生让我先把下页向后折，再用喜帖盖住折缝。你看见的只有婚约，手印却同时压过2层纸。那天我发着低热，燕生扶着我的手，说按错位置，婚书便不作数。他是利用你对他的信任。永顺乙20是谁盖的？汤九带来的印，他说20两记在韩彦生名下，婚后把人送到，赌债便消掉。原始契约在哪里？韩彦生拿走了。我以为一个人记得我吃什么药，怕什么风，便不会害我。他记住这些，是为了让你离不开他。跟我走，不需要嫁衣，也不需要这些人同意。原始婚书呢？你也怀疑我？乔文书已经承认双层契约，请明日携原件到司婚台合宴。婚书属于我和小满，你们无权强取，所以只是合宴。你若拒绝，婚礼不能备案。明日我穿着嫁衣等你。小满，我才是最爱你的。原始婚书必须带来，我不想带着疑问离开京城。好。只有继续成婚，他才会把原件带出来。我不想再有女子被同样的招数祸害。你可以协助引出证据，查韩彦生名下编号为乙20的债契。赌坊只计银钱，那便从银钱开始查。刚才烧的是什么？旧账，每日都会烧。你刚才说赌坊不忌女人，可能只是客人取的赌号。明日交易时，再听你的解释。马车若改变路线，就把红带从车窗放下，我们只看信号，不会提前靠近。要是让你先保护自己。差役值守外围，没有信号，不会靠近马车。进入赌坊以后，只需要拖延。我会量力而行，我要知道真相。不必再去外面办理，在这里拜过便走。陆姑娘身体不能久站，李从简。新家不是在城南吗？先去见一个借过我钱的朋友，把最后一笔旧账清了。路线变了。按原计划，先确认他被带到哪里。还债为什么从后门进？已经到这里了，不要让我难做。120，没错。银子，钱归你，人留下。从救我那一天开始，你就在等今天。
我照顾你半年，买药、送米、守夜，20两，只是把本钱拿回来。那场也是你安排的？小满啊，你怎么这么可爱？原始契约，20两银子和交付现场，全部已经当场确认。契上有他的手印。乔文书已经证明，手印是在隐藏下层内容的情况下取得。让开！你骗他签纸时，可没有给他留退路。没有你，我也能活。韩燕生，在2天前，我是真心要和你过一辈子。以后每张契纸，我都会逐字看清。下次见，希望是真的喜讯。听说沈掌柜能预知女子婚后会不会幸福？姑娘想做嫁衣，我想请沈掌柜帮我看看，躺进棺材的究竟是我，还是我那个活不过3日的夫君？嬷嬷怀里这匹白绸也是给苏姑娘的嫁衣用的。侯夫人刚添的规矩，要缝在嫁衣最里面。家已经裁定，临时加一层内衬，尺寸和垂感都会改变。大公子病势反复，道长重新看了苏姑娘的生，说她命气太盛，需在嫁衣内缝一层净煞白绸，入门3日后才能拆下。侯府都肯重新请道长，却不肯让我重新替谢灵川诊脉。婚期将近，未过门的女子不宜再频繁出入男子卧房。半个月前请我会诊时，侯府可没有这条规矩。你们不许我再见病人，不许我查看他现在服用的药，却要求我拜堂以后亲手煎药、亲自送药。苏姑娘，你弟弟的事情还没有解决。正因为阿季还在侯府，我才更想知道，你们急着让我嫁进去，究竟是为了救谢灵川，还是为了替他出事以后留一个后人？这匹白绸既然今日才送来，便不能直接缝进去。我要替苏姑娘重新量身。不过多一层薄绸，何必如此麻烦？穿嫁衣的人是苏姑娘，勒不勒肩，压不压腰，自然不能由嬷嬷替她感觉。要重新核对肩宽和腰身，嬷嬷在外面稍后，量的是贴身尺寸。侯府总不知连这个也要派人盯着。动作快些，侯夫人还等着看嫁衣。侯府是什么时候开始不许你接谢灵川？半个月前会诊之后。会诊时出了什么事？府医冯骥说他自幼心脉不足，可我诊过以后，觉得并不全在心脉。你当时告诉府了？我提出停掉晚药，观察3日，再查每日剩下的药渣。沈掌柜，肩宽还没有量好。拜堂以后，大公子的药便是你亲手照的。如今他心脉骤准，你还想把责任推给谁？我煎好的药没有问题，那碗药离开药房之后，根本没有经过我的手。哼！连自己的夫君都医不好，这只手留下来，只会继续害人。谢灵川会因为一碗药出事，侯府会认定药是你的手笔。他死了吗？我没有看见他，也没有看见那碗药是谁动过，只看见你的医馆被毁，他们还要废掉你行医的右手。从你会诊那日起，发生过什么？按顺序的告诉我。会诊后的第2天，广济药铺马姐姐DI传案，她说药有问题。只有这一句话？没有，平日谨慎。若定药铺再先句话，侯府便说他到了100年赤身，人也从药房消失了。我要求侯府把人交给官府查问，他们却说这是府内丑事，不宜声张，既没有报官，也不许我见阿燕。婚书是什么时候送到的？侯府说只要我按时上花轿，到辰之事便不再追究。他们不能让你继续在府外查药，又不能让你和苏燕同时出事。你若突然失踪，所有人都会想起你刚替谢灵川看过病。可你若嫁进侯府，便只是一个留在夫家照顾病人的心腹。从此我看到什么、听到什么都传不出侯府。更重要的是，谢灵川以后若因药出事，你一定是那个替罪羊。他们要利用阿燕逼我入府，而我的医术就是谢灵川的死最后的遮羞布。重新量个尺寸，为何耽搁这么久？临时多加一层内衬，腰身需要放宽半寸。婚礼仍定在明日，今晚之前嫁衣必须送到侯府。我要先见阿健。拜堂以后，侯府自然会让你们姐弟相见。侯府本想保全苏家的颜面，苏姑娘若执意不嫁，今日午后到身之事便会送往京兆府。既然侯府早有证据，为何扣了苏燕数日才想起报官？府内如何处置下人，不劳沈掌柜过问。白绸留下，今晚我来取嫁衣。去请裴行舟。白绸只是婚材料，秦嬷嬷的话也只能证明侯府在逼婚，不能证明谢连川的药有问题。阿燕说晚药不对，那是送药伙计转述的话，必须先找当时传话的人确认苏燕到底说了什么。他替苏燕传过一次话，之后便不再负责侯府的药，是药铺调走了他，还是侯府不让他继续送？是瓦顺要换人，瓦顺手面也不干净，看清以后不许他再靠近侯府。
3日前便辞宫了。他现在在哪儿？这是侯府今日的药。侯府今日刚派人传话，说大公子病情反复，让我们提前1个时辰送过去。还是从正门送？这次不走正门。不要惊动送药的人，先看这包药进了侯府以后会去哪里。今日这副药，按原方再留一份未煎药材。裴大人怀疑药铺配错了药，现在还不能怀疑任何人，留下同批药材，只是为了日后能够核对。药铺掌柜敢留下同批药材，说明他不怕日后验验。最多只能说明他认为自己交出去的药没有问题。今日怎么还是你来？药铺只有我空闲，侯府不是只说改走西角门吗？送到门口便够了。平日也是送到西角门，往常走正门。药房的人出来验过封签，还会让我亲手送到药房门口。今日为何改了？侯府今早派人来传的话，没说原因。药包进府时没有问题，之后就不一定了。药铺封签完整，可今日的药改走侯府西角门，送药伙计也不许进门。侯府只让我们看到药送进去了，却不想让人知道他进府以后的踪迹。沈姑娘，秦嬷嬷派我来催，嫁衣需立刻送入府中试穿。侯府只让沈掌柜送衣，苏姑娘为何也来了？白绸是贴身内衬，不让新娘试过，我无法保证明日穿着合身。哼，只能试衣，别想借机做些别的。大公子需要静养，试过喜服便请尽快离开。今日白天可曾心静？侯府已经说过，苏姑娘只需做好分内之事。白日只是乏力，难受的时候，通常在喝过晚药以后。每晚都如此？不是每日，大约隔2、3日一次。有2次我打翻了药，第2日反而清醒一些。衣服可试好了？肩线还差半寸，需要重新固定。那便去外间修改，不要继续打扰大公子。大公子的房间在东边，这碗药要送去哪里？药刚煎好，先放进暖药房温着。刚煎好的药为什么还要重新温？大公子每日服药有固定时辰，早一刻晚一刻都不合适。温一碗药还需要把门锁上。大公子的药不能有半点差错，闲杂人等自然不得靠近。药房煎好药，不直接送给谢希凌，还要经过暖药房。暖药房由谁看守？半个月前会诊时，那里还是普通存药间，我从未见过门外有人守着。只能确定药在里面停留过，里面的人做了什么还未知。这碗药让我先看一眼。尚未过门，侯府的药轮不到你过问。明日以后要由我负责。今日为什么连看一眼都不行？大公子该服药了，药凉了会伤心脉。这药气味不对，不能喝。苏燕还在侯府，大公子若不肯服药，今晚谁也别想平安离开。我自己来吧，婉留下。如果出事，不许动里面的余药。让我替他诊脉。大公子只是救急发作，外人不得干扰诊治。我进门时碰过他的脉，当时根本没有这么救。寻客人。佳怡的副米，佳怡的扣子掉了，我去捡回来。药离开药房以后，会在暖药房停留半刻。药碗送回来时，碗底有浅蓝色沉淀。没有拿到药汁，颜色也只有你一个人看见，不能作为证据。可谢心凌服药前没有颤颤，喝药之后立刻发作。所以接下来要查2件事：谁能进入暖药房，以及谁亲眼见过这种事。明日你姐姐拜堂，她接手了大公子的药，你只要承认是她让你换药，侯府便放你们姐弟一条生路。她没有换过药，那就等她成了寡妇，你再慢慢想。她又喝了药。你最好少管大公子的事儿，等你姐姐明日嫁进来，这些罪自然有人替你担。谢凌川刚服药便发作，我不能就这样离开。你现在回去，侯府只会说你擅闯内院，药丸也早已被清洗。想证明碗药有问题，先找到看过的人。阿燕，阿顺若是自己辞宫，为何连被褥和宫钱都不要？侯府管事找过他以后，他当天便不敢再来。我只知道他在城南有个姑母，
其他的他不肯说。没有别的意思，我只想知道阿燕最后在哪里。我把那句话带给你以后，侯府管事便说我勾结药房学条偷药，让我永远别再靠近侯府。你最后一次见苏燕是什么时候？哪怕那日下午我又送了一趟药，我看见他们把阿燕拖进了旧烘药房，那间屋子的烟囱仅披侯府东墙，可后面有墙挡着，我没看到他们是否又把人转去了别处。只要位置与证词对得上，我们便从侯府东墙开始找。阿顺没有看错，旧烘药房紧贴东墙，仙道与墙外相通，人在里面敲击，墙外很可能听得见。那便先从东墙确认苏燕是否还在。定远侯原定3日后回京，昨夜却突然改了行程，明日清晨便回京。侯府为什么如此在意他回京的时间？因为谢林川一旦正式受封世子，谢林泽便很难再取代他，所以婚事才如此仓促。谢林川若在婚前突然出事，最有嫌疑的是侯府药房。可他若在你接管汤药以后出事，侯府便有了一个替罪羊。这虽然解释了侯夫人的动机，却不能证明他下令换药。先找到苏燕，他若还在侯府，侯府所谓畏罪逃保便是谎话。我最后看到阿健，就是从那儿进去的。旧烘药房为了排湿气，墙下通常会留通风孔，里面若有人说话，声音可能会沿着空道传出来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小时候阿静害怕打雷，我们隔着房门报平安，我敲第3下，他会回下第4下。是的。我声称苏燕盗药后逃走，可有人亲眼看见他被带入东药院，方才墙内也有人回应。旧药院里养着看门的下人，有声响并不轻。既然如此，打开院门，让苏姑娘。内院不是司婚台想搜便能搜的地方。阿顺，上前。我亲眼看见苏燕被2名家徒拖进了东药院。侯府允许你们查看东药院，但只准裴行舟、苏青霞和沈之用3人进入。苏姑娘已经看见了，这里没有你弟弟。这里昨夜有人吃过东西，看守旧院的家徒留下的。声音不是从房里传出去的，是从下面。旧烘药房底下都是排烟道，早就封死了。既然封死多年，石板为什么刚被暖动过？阿燕，姐姐，要不和？先出去，其他事情慢慢说。你亲眼看见过什么？要离开药房以后，会送进暖药房，我跟过去一次，看见谢灵泽身边的长随拿着一只小瓷瓶进去。你看见他把东西倒进药碗了吗？门关上了，我只看见他进去了。我第2天问药房管事，为什么药要经过暖药房，当天便被诬陷成盗参。所以他们关你，是因为你有所察觉。我不知道瓷瓶里是什么，也不知道谁让他送的，所以说，证据还不够。苏燕已经被裴行舟带走，东药院也被查了。苏燕见过我的人进入暖药房，今晚不能再让药经过那里。那便让暖药房从今晚的计划里消失。裴行舟也会盯着苏清雅手里的药，所以不能给他们继续调查的时间。婚礼提前到今晚，立刻送去红妆阁。大公子病势转急，侯夫人重新定了吉时，婚礼提前到今晚戌时。苏姑娘有时入府，拜堂后需当着宾客的面亲手煎药，煎好以后直接送入静心院。昨日的礼程里可没有这一条。侯府如何安排冲享仪式，不需要向苏姑娘解释。虽然婚礼提前了，但是证据还要继续找。姐姐，侯府抓我就是为了逼你上花轿，现在我已经出来，你不用再去。我若只是为了救你，确实可以不去。还有什么事情？他们知道你已经获救，也知道暖药房暴露了，却仍然把婚礼提前，说明他们今晚真正需要的是让我成为替罪羊。可你不去，他们便不能把药交给你。我若不入府，侯府便可以说我擅自质疑旧方，又拒绝为谢川诊治，他们仍然可以把死因推到我身上。所以今晚要做的是让他们当着宾客和司婚台淑仪的面，把这份责任如何落到苏姑娘身上完整走一遍。我进去是要证明我做过什么。就完整诊脉以前，不要接侯府的旧方。煎药时，药铺伙计和司婚台淑云必须同时在场，药材、药罐、水和火不能让任何异样离接触视线。谢平川在新药监城前发病，谢平川何时手抖，何时气促，何时倒下，把他的变化和苏辛迪碰药的时间一一对上。我也去，我认得谢灵泽的长随，也认得关我的人。你不能再进侯府，你若回去，他们会说你畏罪潜回药院。留在红妆阁，把被关以后见过的每一个人、听见的每一句话，按照先后顺序说清楚。你的证词完整，京兆府就能保护我们。姐姐，我在家等你。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大公子的脉比午后更乱，今晚不宜久立，也不能加药。
婚礼已经提前，此刻取消，有人会起疑心。可大公子的身体已经撑不住，把定心汤端来。药从哪里来的？二公子的小药房刚送来的。进去以后要说是冯大夫开的定心汤。我今日的晚药已经服过了，这又是什么？只是帮助大公子撑过拜堂的定心汤。你方才还说我的脉象紊乱，不能再加药。我只让人准备了半剂安神汤。上一次苏姑娘让我不要服药，我没有听她的。可那碗药喝下去不到片刻，我便手抖气促。更何况今日冯大夫已经说过不能加药，这碗来历不明药我不会再喝。大公子，只要把婚礼撑过去，苏家姐弟便不会被送进官府。冯大夫，别忘了你是那边的人。今日之药倒是比昨日的药更苦些。药刚入口，至少要观察1刻钟。迎亲队伍已经到了，你跟着到喜堂照看。先收进后院。今日是侯府家宴，裴大人不在宾客名单。司婚台必须重新确认苏姑娘是否自愿接受。你刚喝过药？定心汤，喝下去以后，胸口越来越闷。是谁送来的？秦嬷嬷。他不能继续行礼，先让我诊脉。大公子只是久病体虚，冲洗礼若中途停止，反而更加不吉。他的病需要大夫判断，不是由及时决定。2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礼成。药包进入侯府以后，是否经过药房或暖药房？没有，直接送到喜堂药台。药材与公开药方相符。心腹已经开始煎药，从今晚起，大公子的旧方也一并交给你。我没有诊脉，没有看过他的用药记录，更不知道他拜堂前喝了什么，我不能接管旧方。你若拒绝接方，大公子可能会因此误了服药时。请书吏记清，苏姑娘没有下令停药。沈掌柜只管嫁衣，哪知道什么医术？我确实不懂医术，但我又不是傻子。让他发病的东西，早在苏清迪碰药以前便已经入口了。留在这里，守住药罐。谢景真，刚才那碗药是谁端来的？秦嬷嬷带进侧厅，端碗的是一个青衣侍女。拿下苏青纱！我的药还在火上，他一口都没有喝。心腹拒绝接管旧方，耽误大公子服药，才令心疾骤然恶化。书吏已经继旨倒下时，他煎的药尚未完成。秦嬷嬷，方才谢行真汤是你送来的，药方碗和剩余药渣现在在哪里？送苏姑娘去祠堂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任何人不得碰。谢灵川需要立刻救治，先找到拜堂前的药丸。冯大夫会救他，你先交代清楚，为何拒绝接方？封住药罐，药材，用水和书页记录全部留在原处。你既然用这只手误人性命，侯府便先废了。谢灵专还在昏迷，你们不去找他婚前喝过的药，却急着要人性命，你们怕的毕竟是谢灵专死，还是怕苏青夏把他救活？药还在这里，谢连川一口未喝，侯府却已经抓了心腹，定了罪名，甚至准备毁掉他的手。看来苏青的罪名是早就准备好的。今晚真正提前准备好的不是这碗药，是苏青带的罪。放开苏姑娘，封住祠堂，在场所有人暂时不得离开。裴大人要封侯府祠堂，真正害人的人是谁尚未得知，从现在谁记得开始，谁便是做贼松须。不好了，大公子吐血，冯大夫压不住脉了。侯府若还想让谢灵川活着，最好不要拦我。沈之，快看，沈之玉，不能落针，他的心脉正在衰竭，只能用针提气。你现在强行提气，只会把药推入心脉。扶住他的肩，不能让他仰躺。干净的白瓷盆，不要用侯府原来的药器。这是青矿药粉，少量可以外服腐肉，绝不能加入内服汤药。能否证明是婚礼前那碗定心汤？只能证明谢碧林在1个时辰以内吞下过含有青矿粉的药。将药液、白布与瓷盆分别封存。谢灵川在苏姑娘煎以前已经服下1场药物，从现在开始封闭侧厅、后院小药房与府中侧门。裴大人凭什么搜查侯府？苏燕被非法拘禁，苏清帝险些被毁去右手。如今本案正又出现在谢灵川体内，京兆府有权保护证人，封存相关地点，把今晚接触过定心汤的人分开，不得让他们接触。今晚除了在喜堂煎的药，还烧过几次药？申时初刻烧过1碗，秦嬷嬷说大公子拜堂前要用。药材是谁送来的？
是二公子身边那个腿脚不便的长鞋。就是他。拦住他！这叫招山被发现的逃跑方向。卢房侍女说，是你将药送去加热。他认错了，我今晚一直跟在二公子身边。他尚未看见你，也不知道你在这间房里。你若当真没有去过卢房，方才为何往后侧门跑？陆府时见过你，你端着的药碗去了哪里？秦嬷嬷让他换衣服，说喜宴结束后连夜送他去庄子。药碗呢？药不是我煎的，是那个跛脚长随交给我的。秦嬷嬷让我端进侧厅。秦嬷嬷还说过什么？他让我只说这是冯大夫开的定心汤，谢大公子喝完以后，又让我把药碗藏起来摔碎。你可曾看见谁把青色药粉加入碗中？没有，我接到药时碗已经盖好了。钥匙为何在你身上？这是二公子的私人药房，钥匙不让。二公子让我看管药房。那么今晚送去卢房的药就是从这里取出的。谢连川说，你当时便认出药方不对。那碗药送进来时，颜色和气味都不对。你明知不对，却让他喝下。夫人说只是加重药量，让我不要多问。我若当众反对，便会失去侯府公。谢林泽的随从在私人药房取药，青衣侍女将药送入侧厅，秦嬷嬷冒用冯记之名，逼谢连川喝下，都是下人擅自妄为，与我何干？药房钥匙在你的贴身长随身上，青矿粉只在你的私人药房找到，证据确凿，你逃不掉。不必查了，药是我让人准备的。我守了定远侯府18年。林泽替侯府管账、应酬、照顾族人，谢林川却只凭原配嫡长子的身份，便能拿走世子之位。侯夫人涉嫌谋害谢晴川，秦嬷嬷涉嫌毁灭政务、私刑伤人，冯骥明知药物异常仍放任服用，谢林泽与其长随涉嫌提供药物，所有人分开收押，不得串供。我知道母亲控制了药房，却一直以为她只是想让我无法承袭爵位，没想到会连累你和苏燕。你也是受害者。可你察觉不对之后，选择了沉默。你的沉默成了别人伤害我们的机会。你为何还要不顾性命救我？因为我是一个医者。苏燕失窃之罪已经证实为假，侯府以拘禁亲属逼迫成婚，这份婚书由司婚台封存，在京兆府完成正司合验便可撤窃。希望这场婚姻在律法上成为案例。是我一直在耽误的。谢公子，你的病再调养一些时日，应该并无大碍了，就此别过。苏姑娘，一直忘了说，你穿画衣的样子很美，保重。沈掌柜，城西西坊昨夜失火，12名绣娘被锁在里面。火场里的人说，下一件要烧的就是红妆阁。